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珍杰西卡这个频道。做了那么多期开箱测评，居然还没有做法式风格。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期我新入的法国品牌 Cézanne 的春夏新品开箱测评。说起 Cézanne 这个品牌，它成立于2013年，做工非常的细腻，大部分都是欧洲制造，产品的细节、款式和用料极其讲究，所以要比很多网红品牌更加经久耐穿，价位也稍微高一点。凯特王妃就很喜欢穿他家的衣服，戴他家的耳环，一上身就立刻卖断货。那么今天的开箱测评呢，会包括几条美美的小裙子，法式穿搭氛围感里必不可少的针织开衫，以及夏天最实用的白色镂空上衣，还有我找了很久终于买到的高腰短裤，以及法式经典条纹衫。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接都会放到描述框里面，大家可以一键购买。我是小珍杰西卡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也请大家多多点赞、留言和转发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法式穿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单品就是针织开衫，所以第一件我就选了我身上这件针织开衫。不要小看了这一件看着平平无奇的针织衫，它的版型、面料和做工堪称完美。先看它的镂空细节。大家感受一下，菱形、线条和链状交织在一起，粗细形状各不相同，一看这个做工就很贵，层次感丰富，整体非常的耐看。意大利制造果然名不虚传，这就是为什么其他很多品牌的白色针织衫我穿上像个护士，但是这一件一穿，哇，好有法式风情。奶白色适合亚洲人肤色，搭配细腻精巧的哑光同色纽扣，极其加分。纽扣可以多打开几粒，形成一个 Y 字，非常显瘦。100%有机棉，夏天穿这样的针织衫完全不会闷热哦。开衫的长短也正好，塞进下装里不会鼓鼓的一坨，也可以在下面部分打一个结，更有风情。还可以像模特一样，下半部分的纽扣多打开几粒，这样上下都形成一个 Y 字，双重显瘦。这个原理我们之前分享过，可以点右上角复习。大家也不用担心这样的镂空会不会透肉的问题，穿肤色内衣就足够了。这件我穿 M 号正好，售价$130，要比很多快时尚的针织开衫都要贵，但是它的做工真的对得起这个价格。其实我觉得买衣服不要光贪图便宜，买少买精，买一件可以穿很多年，反而也是一种变相的省钱，而且还环保。同款还有一个樱桃色和黑色，更加适合秋冬。我觉得春夏天还是买这样的米白色更适合。第二件呢，就是搭配这件针织开衫的鱼尾半裙，必买，因为版型太优秀了。臀部这里呢相对包深一点，下摆这里呈现优美的鱼尾造型，整体比 A 字裙更窄一点，比铅笔裙的下摆更有女人味。上身婀娜多姿，像一条美人鱼。中长裙的长度正是2023年春夏最流行的裙子长度，可以点屏幕的右上角复习这个流行趋势哦。金棕色底色上洒满了深色的图案，大小和排列都很讲究，远看有点像豹纹，但又不是真的豹纹，所以不会那么咄咄逼人，有一种轻熟女的优雅。这条裙子呢，夏天可以搭配凉鞋，秋冬季节可以像模特这样搭配靴子，一年四季都能穿，利用率很高。这条我穿36号正好，售价$150，就冲着这么完美的鱼尾裙造型，我觉得都是值的。我自己曾经买过类似的鱼尾半裙，$350以上，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合适的。同款呢还有几个其他的颜色，我觉得这个黑色底色配上大花也不错，适合走明艳大女主路线的女生。不知道多少朋友跟小珍一样，一到春夏天就很想买白色的短袖上衣，白色短袖 T 吧不够正式，短袖的衬衣吧总觉得有点土土的，很难找到一件合适的。但是这次呢，小珍给大家找到了，就是这一件。它要比一般的白色上衣多了很多的设计感和细节感，它是刺绣和镂空完美结合，呈现扇贝状弧形排列，非常有女人味，而且整体呢层次感很丰富，非常耐看。关于层次感的重要性呢，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新来的朋友呢可以点右上角复习。
肩部是轻微的泡泡袖设计，不会太夸张，连我这样肩部挺宽的人都能够 hold 住。袖子下方是扇贝状的，温柔有趣，长度正好可以遮住白白肉，对手臂很友好。颜色是暖色调的白色，适合亚洲人肤色。上身显得温润发光，轻松就能穿出不费力的时髦。面料内含95%棉，亲肤透气，和之前那件白色针织开衫一样，这件也是内搭肤色内衣就可以了。这件呢，我穿38号正好，因为它的刺绣和镂空成本实在太高了，售价$141，我觉得是值回票价的。同款还有一个电光蓝，上身更加健康，那么我还是喜欢这个白色。吊带衫也是小郑很喜欢的一个款式哦，每年夏天都疯狂的想买。很可惜这件我订的尺寸有点大了，2根细细的吊带有一种危险的美感，胸前的刺绣和镂空浪漫迷人，一看就不是便宜货。开口入肤程度正好让你显瘦，显得有点性感，但是又不会过分，也不会走光，太美了。100%真丝，手感顺滑，夏天穿完美。但是呢，这个真丝又不会像普通真丝衣服那么容易皱，稍微动一动也不会有折痕，也不用怎么熨烫，所以太适合我这样的懒人了。后背也很惊艳，扇贝状自带的设计感，一看就知道这件吊带衫各方面的细节都是经过精心打磨的。这件呢，依然是对亚洲肤色很友好的这种偏暖色调的白色，大家只要穿一个无带的内衣，就完全不用担心了。我这件是38号，太大了，应该36号就可以了。$90入一件全真丝的吊带，性价比太高了。我有买过类似的全真丝，有这种细节的吊带衫，$135起。同款的还有一个黑色和薄荷绿，都非常值得入。大家肯定会问我搭配吊带衫的这条半裙啦。黑白拼色，经典高级。和之前这条豹纹半裙不同的是，这条半裙的版型更加偏 A 字一点，所以它对身材更加包容，而且长度也稍微短一点。我穿正好过膝，所以非常适合小个子女生，不容易显肚子。我这样肚子有肉的女生上身也不用担心啦。黑色底色上呈现白色的大花，不仅显瘦，而且不会像很多其他花裙子那么小家子气，整体时髦大方。轻熟女穿非常合适。最特别的是一侧开叉，呈现一个倒 Y 字，很显瘦。站着的时候呢，其实是看不出这个开叉的，只有走路的时候才会隐隐约约显出大长腿来。而且平时拍照时也可以像我一样，一条腿伸出来，更显腿长。这条裙子我穿36号正好，售价是$150，也是可以穿很多年，而且1年4季都能穿，百搭实用。同款的还有很多其他的花色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黑白拼色最容易搭配，而且很有风情，推荐买。在上一次的春夏出游清单里面，小珍就介绍过白裤子是必选项，其中呢，我就心心念念想买一条白色短裤，但是一直买不到，因为我的腿有一点粗。但是这一次很惊喜的是，终于找到了一条完美的高腰白色短裤，很推荐。先看一下它的面料，自带纹理感，有一种粗粝的美感，非常特别。颜色呢更加发米色一点，所以更加容易驾驭。高腰设计搭配有点 A 字的裤型，显得腿很细。如果你像我一样腿是比较粗的，切记一定不要买那种短裤贴着大腿的设计，特别容易显腿粗。自带可以拆卸的腰带，腰带头的设计很夏天，98%的有机棉成分，亲肤透气，夏天穿也不会觉得闷热。搭配一件黑色连体衣，周末或者度假玩耍就可以这样穿，比千篇一律的花裙子更特别。这条呢，我穿38号，腰头有一点松，但是呢，其他部分都很完美。我觉得36号我穿可能这个裤筒就会显得太小，到时候穿的时候只要把这个腰带扎紧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尺寸是适合我的，供大家参考。$130的售价是不便宜的，但是呢，这条裤子是可以穿很多年。还是那句话，不要因为贪图便宜而买，还是要买自己适合的，然后能够经常穿的，提高衣服的利用率，还是一种变相的省钱。
同款还有很多其他颜色，其中黑色和军绿色也挺值得买的。最后一件就是法式经典的条纹衫。其实这件呢，我去年就买了，买完就断货了，结果现在刚刚来货，所以一定要跟大家分享。因为我自己已经有蓝白条纹了，所以我买的这件呢是黑白条纹的，比较少见。7分袖的设计，露出细细的手腕，非常显瘦。最特别的地方是一侧肩膀有纽扣的设计，一下子给基本款增加了设计感。以前我只会搭配黑色长裤。这回我决定跳出舒适区，学着模特那样搭配了一条超短裙，再加一个编织的草包，法式风情呼之欲出吧。这一件是100%有机棉，面料要比我之前买过的很多条纹衫都要厚实，所以也不容易起皱。不过呢，大夏天穿会比较热一些啊，现在穿是正正好。这件是$100，我觉得可以穿10年吧。同款还有一个深蓝色和一个浅蓝色的条纹，都非常值得买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大家应该也知道，其实法式风格并不是小郑特别擅长的一种风格，但是呢，偶然跳出舒适区，尝试一下新鲜的东西，发现不一样的自己，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呢？今天的分享，大家最种草哪一件呢？快到留言区讨论起来吧！我是小郑杰西卡，记得订阅我，也请多多点赞、留言和转发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。